皇帝重用酷吏，做一把快刀，把豪族、官僚、诸侯、藩王往死里整治。事后呢，再借用酷吏的脑袋与他们达成妥协和解，无非是古代封建帝王的一种权术罢了。但是，作为陪伴皇帝20年的老师和心腹的晁错，他的最终覆灭却不仅仅是因为平息众怒这么简单。七国之乱的一天深夜，汉景帝正在跟晁错开会，研究讨论调兵和粮草问题。就在这时候，门外汇报有人要求见皇帝。皇帝很错愕，是谁在深夜要求觐见呢？门外汇报说是窦婴和袁盎。皇帝和晁错可能都没有想到，正是这深夜的一场专项汇报断送了晁错的命运。晁错确实身负大才，作为景帝的老师，晁错早在文帝时期就已经获得了皇帝的认可，堪称是贾谊以下第一人了。比如晁错的《论贵粟书》主要解决2个问题，一个是粮食生产不足导致国家贫困问题，一个是豪强兼并土地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而晁错的解决方案也很务实，直接把粮食和爵位挂钩，鼓励富人多交粮食，多交粮食给爵位。那么富人交的多，农民就可以适当少交了。晁错的办法一手抓生产力，一手抓分配，不失为一种具有大汉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再比如，晁错还主持了影响与匈奴作战的战略战术专项研究，通过严兵誓书、守边劝农书和牧民实塞书等重要文件，系统阐释了对抗匈奴的几个基本策略，例如积极的防御战略、移民洗边策略和实行屯田策略等。从事后来看，他的很多观点都深刻地影响了汉朝的政策走向。当然，如此身负大才的人，不光是在以上2个方面给出国策，他还在中央集权方面给出了建议，这就是导致他最终身死家破的主张——削藩。在文帝亲自主持的一场考试当中，参加考试的100多名高级官员，只有晁错一个人获得了优秀的评价。而这次考试的策论主题虽然是一个俗气的题目，即如何帮皇帝更好地治理国家，但是晁错策论的答案却剑指中央集权。他提出要抑制功臣集团，加强皇帝权威，削弱地方强藩等等。考试结束了，文帝虽然没有直接采纳这些意见，但却表示了很满意，给了一个优秀。当时还是太子的景帝也对这些观点表示认可和嘉奖。这还没完，事后呢，晁错还一口气给汉文帝上了30道奏折，通篇只讲述和强调一件事儿：削藩。当然，文帝依然没有采纳，但是却意外地升任晁错为中大夫，这是一个信号。虽然文帝没有让晁错直接到3公级别做丞相，而只是暂时的埋下了一个伏笔，是因为文帝时期中央对地方各藩王实行削藩还没有绝对的把握，因此留下晁错就留下了未来削藩的希望，也就是为自己的儿子景帝留下了一把快刀。不过有的人开心，有的人就难免生出怨恨，被晁错集中火力输出的那些人脸色就没那么好看了。实在以袁盎为代表的诸大功臣都目光冷冷地望向晁错，内心极其不满。不久之后，文帝宾天，景帝登基，晁错以太子府旧臣的身份正式进入帝国中央最高层，任内史，成为核心决策圈的成员。这个阶段，景帝非常的信任晁错，晁错此时更多的是作为皇帝身边的官员，而不是政府的官员，实现着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经常能够绕过政府正常流程，直接面见皇帝，屡屡上表意见进行改革。而景帝呢，大多数情况下也都同意了。由此以来，连同丞相在内的百官和各级衙门就成了摆设，大小事情皇帝跟晁错商量着就办了，以至于时人评价晁错说，他地位甚至在9卿之上。此外呢，由于皇帝的大力支持，晁错向皇帝上书的很多意见最终都能由景帝拍板，直接下发各部门各地方执行。也就是说，在景帝的支持下，晁错的很多个人意志都上升到了国家意志。但是一个无法忽视的深刻而久远的背景就是，大汉建国之初的3代雄主都是在功臣集团的支持下上位的。高皇帝就不用说了，看看《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后者年表，几百个开国功臣，上面哪一个都不是好惹的，哪一个都为大汉建国出过力，流过血。文帝时代结束诸吕之乱，诛杀少帝的人是太尉周勃，右丞相陈平，大将军灌婴，无一例外都是开国勋贵。甚至汉文帝登基
就是他们这些人拍板敲定的。等到景帝时期呢，功臣集团的影响力依然巨大，功臣子弟和新晋文官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了。事实上，从文帝想要重用贾谊而未果，到景帝重用晁错，再到武帝时期重用外戚如魏霍等等，这些举措都是汉帝国的皇帝想要在既定政府之外再建立一个直接执行自己意志的小圈子。不过在眼下，景帝绕过勋贵集团掣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重用一批文官，晁错就是其中的代表。面对着功臣武将与新晋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有的人坐不住了。丞相申屠嘉首先发难。申屠嘉是一个典型的功臣，申屠嘉从一个拉硬弓的大头兵起家，跟着汉高祖刘邦南征北战，在围歼项羽的战斗当中正式提干，担任小队长，最终在景帝时代做到了丞相的位置。这样一个典型的勋贵，并且是大汉百官之首，对晁错受到重用，尤其是晁错三番五次想要削藩和加强中央集权，非常不满。于是他想要做局，走法律程序杀了晁错。申屠嘉密切关注着晁错，暗中收集证据。他发现晁错为了上班方便，从自己的内史府开了一条道直通大内，而这条道却破坏了太庙。申屠嘉内心大喜，太庙是祭祀列祖列宗的圣地，当初有人偷了太庙的一块玉环，结果被夷了三族。你这倒好，都把太庙给拆了，还能了得？申屠嘉自以为抓到了把柄，准备合奏晁错大不敬之罪，要置他于死地。没想到晁错得到消息，抢在申屠嘉上奏的前一天晚上进宫面圣，主动说明了情况。等到第二天，申屠嘉跟景帝汇报说晁错擅自把太庙的墙给凿了，其罪当诛的时候，景帝却打出哈哈说：“丞相看错了吧？晁大夫凿的不是太庙的墙，是一堵偏墙。”羞愧交加的申屠嘉被迫向皇帝谢罪，也向晁错道歉，并在回到府中不久之后吐血而死，抑郁而终。就这样，功臣集团对文官集团的第一次交锋以丞相的去世告终。在打到申屠嘉的同时，晁错也顺带手的以收受吴王贿赂的理由免了袁盎的官。实在晁错和袁盎关系极差，不管什么场合，只要袁盎出席，晁错就立马起身退场。同样的，只要晁错在场，袁盎也是头也不回的离开。另一边的晁错却是笑得更开心了。申屠嘉去世之后，晁错升任为御史大夫，这一人事调动意味着晁错很有可能是未来的丞相，因为在此之前连续3任丞相都是从御史大夫的位置上上去的。晁错的晋升就意味着大汉权力的重要节点将要从功臣集团转向文官集团把持。但就在这时候，七国之乱爆发了。晁错升任为御史大夫之后，准备对他一直以来的想法付诸实践，那就是大力削藩。朝廷开大会，对这一提案进行讨论。满朝公卿、列侯、宗室一想到老丞相申屠嘉尸骨未凉，都畏惧于晁错的权势，因此没有一个敢吭声的。只有窦婴表示反对，并彻底翻脸。但反对的只有窦婴吗？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功臣武将都持反对意见，原因就在于白马之盟。当年高皇帝的白马之盟，除了规定非刘姓宗亲不得封王，非有军功者不得封侯，还规定了国以永存，惠及子弟。简单来说，刘姓藩王的封国和功臣武将的地位，那是高皇帝亲自认定的，是功臣们用鲜血换来的。你大笔一挥，说削藩就削藩，削完了我们的富贵地位不保怎么办？同样的，今天你敢对诸侯王下手进行削藩，明天你就敢拿我们这些功臣开刀。于是，一场为了捍卫自己阶层既得利益而反对削藩，或者说反对晁错的政治大案，就这样刮起来了。其中态度最激烈的就是袁盎和窦婴，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袁盎和晁错连站在一块逢场作戏，说句话都不可能实现。那为什么别人都不敢说话，只有袁盎和窦婴跳出来了呢？应该说是性格使然。窦婴公然反对，而其余的大佬都不表态，是因为不敢反对。早在文帝时代，削藩就被炒作了很久，之所以没有实施，就是因为争议太大，容易引起动乱。晁错旧事重提，其实也是一片反对声，只是晁错仗着汉景帝的宠幸，无人敢跟他唱反调。很快，晁错在皇帝的支持下进行削藩改革，削藩有关法令法规多达30章，实在这些法令一经公布，诸侯哗然。晁错的老爹听了之后，千里迢迢从老家赶到长安，告诫晁错，削藩只是稳定了刘家江山，咱们老晁家可就完蛋了。
然而晁错却不听，绝望之下，老父亲不忍看到何家灭族的惨剧，选择了服毒自尽。不出意外的，十几天后，以吴楚为代表的各诸侯国果然宣布造反，理由是清君侧，杀晁错。削藩不是儿戏，不过景帝和晁错至少应该是心里有数的。从文帝时代就开始铺垫的削藩大策，晁错几十年来都在认真的上书讨论策划。正如晁错在削藩书中说到的那样，诸侯国只要存在，就一定会有造反的一天。由此可见，在削藩之前，晁错就已经给汉景帝提了醒了，削不削藩，诸侯王都是会反叛的，以及只要开始削藩，就一定要准备进行武力平叛的准备。到此为止，按道理说，即便来势汹汹，皇帝和晁错应该也还是能掌控局势的。但吊诡的事情发生了，不知道晁错脑子里是怎么想的。七国起兵来势汹汹，当景帝跟晁错一同商讨应对之策的时候，晁错给皇帝的建议竟然是：皇帝您御驾亲征，而我要居守长安。汉景帝听到这话，心里咯噔一下，这么关键时刻，该捐躯赴国难的时候，你躲在后面不上，反而要把皇帝推到前面去，你想干什么？事态发展到最紧急的程度，战争马上开启，皇帝需要的是一个稳定局势的方案，需要的是具体执行细节、将领选择、外交策略、情报策略、后勤补给、联军利益分配等一大堆问题等着你解决。结果到头，晁错的方案就是卖队友。即便如此，即便晁错犯了一个非常低级又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景帝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选择动怒，也没有抛弃晁错，直到晁错继续犯下下一个严重错误。晁错一方面怂恿皇帝前去一线平叛，另一方面则准备对自己的一些政治死敌下手。他召集自己的2个手下，研究讨论打倒袁盎的方案。他给出的思路是，袁盎曾经在吴国做过吴相，收了吴王很多钱，这么多年一直在替吴王说好话，说吴王不会造反。现在吴国已经造反了，我们以抓捕他、审问吴国造反计划的名义，先把他定罪抓了吧。2个干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尽管他们是御史大夫的手下，但本着对事实负责的态度，他们俩拒绝了晁错的建议，义正言辞地说，倘若七国没有起兵之前把袁盎抓了，还能审出点什么？现在都起兵了，已经来不及了。更何况，我们相信袁盎绝不是这样的人。晁错被怼得哑了火，只能暂缓抓捕袁盎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却被人悄悄地泄露给了袁盎。袁盎大惊失色，震惊异常，心想：你免了我的官就算了吧，现在还要以通敌罪行整死我。好，那就鱼死网破。他连夜找到窦婴开始游说。为什么找窦婴呢？因为窦婴不仅是朝堂上少数几个敢怼晁错的人，更关键的是窦婴也做过吴国丞相，也有可能拿了吴王的钱。史书没有记载袁盎见窦婴之后说了什么，我来尝试为大家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吧。袁盎开门见山地说，不能让晁错再在中央捣乱了，不然你我都得死。窦婴问为什么，袁盎说，晁错先搞跟他不对付的申屠家，然后再整我，接下来就是你。你也反对削藩，你也是功臣子弟，甚至你也拿了吴王的钱。一旦皇帝真的去了前线，晁错居守长安，我们这些跟他不对付的功臣子弟全都得被清洗。别说你有窦太后撑腰，他是御史大夫，真杀了你，皇帝太后也不能说什么。实在，窦婴立即带着袁盎进宫面见皇帝。注意，此时袁盎是一个被免了官的普通老百姓哦。窦婴宁肯是冒着政治风险，也要连夜觐见，可见在袁盎、窦婴心中，当时的局势之紧张。到了大内，深更半夜，袁盎和窦婴惊愕地发现，都这个点了，皇帝竟然还在跟晁错开会。如果晚来半天，明天一早，可能袁盎的脑袋就要搬家了。皇帝见到袁盎前来，并没有多好的态度，他阴沉沉地问：你曾经是吴相，现在吴王反了，你怎么看待？事实上，景帝是在逼袁盎表态，袁盎则坚定地表示，吴国造反不足忧，必能破之。皇帝冷笑一声，他知道袁盎早就因为收过吴王的钱而被免官，所以认为袁盎的表态只是一种自保手段，便问他，吴王可是有钱啊，铜山铸钱，竹海为盐，吴王常年拿着钱笼络天下豪杰，不少人都拿过他的钱呢，怎么能说不足忧虑呢？袁盎斩钉截铁地说，吴王所诱惑的都是无赖子弟、奸邪之徒，所以才互相勾结反叛。袁盎再次表态，奸邪之徒才跟吴王同流合污，我们是心向大汉的，我们支持朝廷消灭吴王。就在这时候，一旁听着的晁错
开口说话了，他说：袁盎分析的对，就是这句话彻底断送了他的命运。皇帝看到自己的老师都表态认可了袁盎，便问他今晚冒死前来有何计策。袁盎发了狠说：我的计策旁人不能听。景帝的眼神冷了下来，他强调似的反问袁盎，在场的只有曹大夫。袁盎再次坚定地说：我的话人臣不能听。就这样，景帝让晁错移居到东侧办公室，而单独会见袁盎。袁盎等晁错走了之后，只表达了一个观点：晁错必须杀掉。他的一段话明面上的理由是晁错削藩举措导致天下大乱，而事实上是晁错无节制的对功臣集团的斗争和破坏严重影响了内部团结。袁盎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都是支持陛下的，七国之乱爆发，现在本就需要依靠权贵的力量去平定叛乱，但是晁大夫在内部掀起政治风暴，不仅没有主动和权贵们示好拉拢中间派，反而想趁机搞死我们。不光是我袁盎，还有方才送我进宫的窦婴，还有他身后的诸大功臣等人，大家在向陛下您表态，如果想要迅速平定叛乱，牺牲掉晁大夫恐怕是唯一的选择了。实在，汉景帝沉默良久，最后下定决心说道：我不能因偏爱一人而得罪天下，这个天下就是朝中那些骨干力量和诸大功臣。其实谁都知道，杀了晁错不会让齐国退兵，敌我双方甚至晁错自己都知道，诛晁错清君侧只是个幌子。晁错早在还没有动手前就明确表示，无论削不削藩，藩王迟早会反叛。造反的吴王在檄文中也明确说了，我为造反这件事儿已经准备了30年了，跟晁错关系不大。皇帝也知道齐国并不会退兵，在他听完袁盎说杀了晁错齐国就会退兵的美好愿景之后，说了一句故城如何，意思是杀了晁错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反正我不信齐国就这么算了。包括晁错最终的判决文书也是指责晁错离间了皇帝和群臣百姓，没有提及诸侯什么事儿。但他最终依然接受了杀掉晁错的建议，因为他的确要向一些人道歉。孝景帝道歉的对象表面上是7个诸侯王，实际上却是朝中冷眼旁观的功臣武将们。在此前战事紧急，景帝希望窦婴能出来挑大梁，但窦婴却坚持称病无法上任。随后呢，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欧联名上奏皇帝，要求将晁错一族斩尽杀绝，包括小孩子也不能放过。上奏的这些人，陶青是开国功臣陶舍的儿子，张欧是开国功臣张说的儿子，更何况最后力挽狂澜的周亚夫也是开国功臣周勃的儿子。言外之意，诸大功臣集体请愿，只有皇帝将晁氏一族斩尽杀绝，我们才有可能临危受命。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10多天之后，晁错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皇帝下诏骗晁错上朝议事。车马经过长安东市的时候，中尉停车，向晁错宣读了诏书。还没明白发生什么的晁错随即被腰斩。被斩时，晁错还穿着朝服。当然，皇帝心里也记着仇。过了一段时间，校尉邓公从前线回来汇报军情，景帝装模作样的询问齐国退兵情况。邓公说，诸侯叛乱清君侧只是借口，诛杀晁错，叛乱并不会平息。景帝深以为然，拜为城阳中尉，给邓公升了官，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晁错可以杀，但晁错是你们逼我杀的，我要借邓公为他翻案。不过话说回来，老刘家的皇帝似乎都喜欢玩这套。几十年之后，汉武帝把亲儿子立太子给杀了，并且残酷清洗了太子党。过了一段时间，有人琢磨过味来，发现武帝要给太子翻案，于是冒死上书给太子鸣冤。汉武帝随即把他从一个守卫皇陵的看守一步登天，提拔为大鸿胪。看来古今没有新鲜事儿啊。拜拜。